欢迎收看第1133期北京不静音。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围绕着一则旧闻，就是王志安吃狗肉这件事情啊，我们展开来聊一些比较深的观念上的问题。那么每当我做节目批评王志安啊，或者像上一期节目批评老周横梅或者批评二大爷这类人啊，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粉丝会跳到我的频道来攻击我啊，一般会有这种留言啊，就说北京你不要一天到晚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你好好做你自己的节目就可以了。我看到这样的留言啊，我是觉得逻辑上挺奇怪的啊。那么第一点呢，我这个频道1000多期节目了啊，我批评像他们这样人的节目呢，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那当我好好推荐一本书啊，或者也评价一部电影的时候，你看不见这样的留言，对吧？那么第二点，我想说啊，即便这样的节目啊，那恰恰说明了我就是在好好的做节目啊，我这是一个关于观念的频道，是一个关于公共讨论的频道，那我就是要批评和讨论像他们这样的公共人物呀，啊，那他们这样的公共人物啊，拥有特别多的订阅者啊，那么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们讲一句话。那他们的观念如果出了问题，如果是不文明的，那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所以必须有人批评他们。我就想对给我这样留言的观众说啊，你其实应该珍惜像我这样的博主啊，因为批评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流量上的好处，我还愿意去批评啊，你应该珍惜。如果哪一天我不想批评了，那你想想啊，华语世界。面对这样的公共人物，如果连批评的声音都没有，我觉得这才是你们应该担心的问题所在。好，我们言归正传啊，今天我又要批评王志安什么呢？这两天在推特上有这样一条旧闻被翻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14年前的一条旧闻了啊，中国新闻网发的，这个我核实过真实性啊，没有问题。说呢，当时王志安在自己的个人微博上啊发了一张吃这个午饭的照片，吃的狗肉啊，并且呢，他在原文中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元宝红烧狗肉来了，有人的心在微微颤抖。那这个话出来之后啊，当时的网友啊，都是还是墙内的网友啊，纷纷痛骂他不是人啊。当然这个话有点重了，是吧？那他吃了狗肉的，也不代表他就不是人了。所以这个地方的问题不是说你该不该吃狗肉啊？狗肉的问题我一会儿会给大家再详细说啊。我们先聚焦到王志安这个微博的原文，问题不是说你该不该吃狗肉。而是你明明知道吃狗肉这个问题啊，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涉及到一些公共伦理的一个话题，对吧？那你知道有很多人反对，你故意的写，还不只是展示你吃的狗肉啊，而且后面那句话是最严重的，说有人的心在微微颤抖，这是什么语气啊？非常的轻佻。就是在刺激啊那些爱狗人士或者反对吃狗肉的人士，就是在刺激他们啊。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高敏感性的话题，但是故意用这样一种，我们可以认为是比较粗糙的、比较低俗的、低劣的一种表演方式，在获取一种关注，获取一种流量。那我今天这个标题是在问啊，他现在还吃不吃狗肉？这个我不知道，对吧？但实际上隐藏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现在吃不吃狗肉我不关心，如果他所在地的法律没有禁止，那是他的自由，对吧？我们也可以批评这个事情，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他现在还是不是用像现在图中啊14年前的这种方式，在展现一种他的反文明的姿态，以及在用这样的方式去制造对立、制造矛盾啊，去刺激别人，然后获取他的流量。那我觉得这个答案就比他还吃不吃狗肉更显而易见了，对吧？他吃不吃狗肉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是不是还是这样，用这种低劣方式做事的人，我们很清楚，他还是这样。
对吧？他还是这样。所以昨天呢，我就发了一个推特啊，推文。我觉得这种事情本来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做一期节目来聊，因为但凡你有点文明价值观的人，你看到王志安这样过去的一个黑料，如果你原来不知道的话，你应该对这个人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对吧？你如果还关注着他，你应该想想，我是不是不应该关注如此不文明的人了，对吧？但是我没想到呢，就有人给我留了这么一条言，大家看啊，有一个叫陈世杰的啊，我倒也不是特意要挂他啊，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是谁，但是我觉得特别有聊的意义。就是他在我这条推文下边留了一条言，他说为什么不能吃狗肉？不理解。那我就点过去看了一下这个人的页面啊，我想看看这是个什么人呢，能问出这么奇怪的问题。结果一看，他说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然后呢，他置顶的推文他还说我给中国设计的宪法啊，就这个人还在给中国设计宪法。哎呦，这个我就有点觉得奇怪了啊！就是你看了王志安的这条原微博，你没有察觉到啊，问题是在吃狗肉后边那句话的问题，结果你反而问为什么不能吃狗肉？我觉得你对于问题以及各种层次价值的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对吧？你这样的人，你怎么设计宪法呢？因为我们知道啊，就是为什么不能吃狗肉，对吧？很简单，因为狗啊，包括猫啊，包括你人类会养的一些宠物啊，你这就是算陪伴动物啊。你从这个一个动物伦理的角度来说，不是所有动物都一样的，对吧？你苍蝇、蚊子，你跟狗和猫啊，和什么牛和马、鸡和鸭，这是都不一样的。有饲养的动物啊，有人类比较讨厌的一些昆虫、一些动物，对吧？那也有人类非常喜欢的这种陪伴型的动物，所以这个动物它这个伦理层级是不一样的。那人类在处理这些不同的动物的时候，对待不同的动物的时候，你所要使用的标准也不一样。那么其次呢，因为狗它不是一种标准的饲养动物啊，就是完全生产蛋白质、生产肉的，对吧？你像猪啊什么，你就不是这样的动物，所以你就没有非常严格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产业去生产这个狗肉，对吧？那狗肉哪里来？那就意味着狗肉很多都是偷来的，对吧？包括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涉及到一个虐待狗啊、虐待动物的这些问题。那如果这些肉都是偷来的，那你的这个食品安全呢、检疫问题呢，这都是问题。所以不能吃狗肉，光这一个能不能吃狗肉就可以有很多层级的问题。更何况王志安这个地方还不只是说他该不该吃狗肉的问题，对吧？是后面的他作为一个公共人物的一个你究竟应该是把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提出来，引起公共讨论，还是以一种小丑一样的表演姿态去获取流量？这是你作为一个公共人物的一个人品的选择问题，对吧？所以这个陈世杰在这里突然这么一问，我觉得他可能问的还挺认真的，我就觉得，天啊，那确实可能有好多人在看到王志安的一些言论的时候，他真的意识不到王志安的问题在哪里。OK 啊，我们后面呢，我来讲讲狗肉的问题啊。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是已经禁止吃狗肉的啊，对吧？你看，比如台湾2017年就修法啊，禁止食用，包括你持有犬呀、猫啊的尸体啊、内脏或者含有这些成分的食品都是违法的啊。包括到2001年的时候，其实当时已经禁止去屠宰猫和狗，对吧？04年就已经禁止去这个贩售它们的尸体啊。好，到这个17年就禁止食用了，这是台湾。香港更早啊，1950年的时候就已经禁止去屠宰猫和狗了，售卖这些食物的，就有这些法律。那么香港政府2023年的时候又重申了这些法规
而且说了啊，已经存在70多年了，对吧？美国也有相关的法律啊。那大家经常会说的韩国人爱吃狗肉，对吧？韩国在2024年也通过了这个叫狗肉产业禁令啊，禁止为食用目的的繁殖、屠宰、分销和这个销售狗肉，并且因为它有一个惯性嘛，对吧？那给了3年的这个宽限期，也就是从明年2027年就会正式开始执行了。所以那当然了，就是中国啊，有的人说中国国情不同，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中国有2个地方也是法律法规明令禁止吃狗肉的啊，一个呢是深圳啊，深圳2020年的时候3月31号通过了叫这个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然后5月1号就实行了啊。那么尤其第2条怎么说的？说禁止食用用于科学实验、公众展示、宠物饲养等非实用性利用的动物及制品。啊，它虽然没有明确的说不许吃狗肉，但是你看，宠物饲养，包括狗、包括猫、包括其他一些宠物，这些都是禁止食用的。所以深圳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好，我们再看中国第2个有这个法律法规的这个地方，珠海。同样也是2020年3月31日通过，5月1日实行的，也是珠海经济特区的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那但是它里面的说法跟深圳不一样啊。第3条主要是第3条，他说了可食用的动物必须符合什么什么啊，就是必须符合什么呢？经人工繁育列入这个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有这么一个目录啊，并经依法许可食用且检疫检验合格的动物。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只有进入这个目录，并且检疫检验合格的动物才可以吃，除此之外的都不可以吃。那当然，狗啊、猫啊，你是进入不了这个目录的，你也没有办法过这个什么检疫检验的合格。所以，通过这一条法规，也等于就是不允许吃狗啊、猫啊这些宠物、人类的这些陪伴动物了。所以你看啊，就是不是说中国有什么特殊的国情啊，就是不文明啊什么？你看有这种法律法规在，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做这期节目很简单啊，我们通过去批评王志安的这一则旧的黑料啊，然后把这个能不能吃狗肉涉及到的一些观念问题给展现出来啊，以及特别想告诉大家，就是中国也是有这个禁止吃狗肉的这些法律法规的啊。还有呢，就是再一次提醒这个，我觉得王志安的一些粉丝啊，无论是来留言骂我的，还是像这个，比如在网上会替他做一些辩解的，当然刚才那个我挂的那一位陈世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王志安的粉丝，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替王志安辩解，但是他问出那个问题也很蠢，对吧？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真的很多人通过王志安的这些暴论，他真的意识不到王志安的问题在哪儿。所以你看，这不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吗？把这些东西去掰开揉碎了讲给大家听，让大家意识到这样的人不值得去 follow， 这样的人你不值得去听他说什么。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感谢收看、订阅、分享。